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唐湘龙先生、洪孟凯委员、徐巧芯委员、李友仪发言人。好，香港这恶火很惨啊。这边说94，刚刚他们告诉我说已经到了128了。就是因为那个失踪失联的哈，都蛮惨的哦，很多人找不到了哈。希望他们能够，因为刚好有事，刚好不在，很多每次都有这样啊，飞机失事，有几个人就没有上去啊，等等哈，希望有这么幸运了哈。可是蛮惨，还有一些还失踪了，还有一些在医院的哈。那8座大楼里面7座说要爆破到里面去搜索哦，因为可能在里面了哦。那鸿福苑香港烧出到底竹子还是那个棚哦，这边争议，因为竹子是香港的，棚是大陆的，所以彼此这边怪来怪去，都是你的竹，都是你的棚啊。哦，那香港政府喊说全面弃用竹棚，不要用竹子了哈。那另外呢，香港前天文台长说不合格的材料是罪魁祸首。那为何要追究竹子？哦，到底要追究竹子还是追究棚？那个外面那个罩子哈？那到底竹棚家有没有错？说他延烧了多栋大楼，网络在那边吵，说关键不是竹棚哦，关键呢是这个劣质中国产的易燃尼龙网及泡沫封堵材料，所以呢火势才向上急速蔓延。他们说竹子烧到底什么先烧？竹子烧、棚子烧，反正就往上走哦，变成一个烟囱效应哈。那另外呢，这个一个普通香港消防员的自白说，主要有3个致命哦。第一个呢，说棚架跟围网是导火索，毒浓烟是隐形杀手，火场温度高的离谱，然后棚架还在不断的坍塌，哦，还在一直倒下来哈。那香港地窄人稠，香港真的是人很密度很高了哈。常常有火警，1年内火警多达1万宗，那么小个地方哦。所以呢，为什么这次大火这么严重？主要是3大杀手，刚刚讲。维修工程使用的材料、烟囱效应，还有天气，东北季风，香港四面是海嘛，所以海风一来，哦，这个东北季风来，就往上把这个火往上这个延烧哈。那这个鸿福苑涉误杀的男子押回公司举证，哦，他这个工程顾问有虚假文件前科，反正现在就抓工程顾问公司，他们每一家拿不少钱出来。一共筹了13亿，要把这个大楼整建，因为42年蛮旧了啊，他们还愿意拿钱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出了钱，一家出几十万呐，啊，结果搞成这样子哈。那所以台湾的新建案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内政部是要全面检讨，它不只是新建案，旧建案也要检讨啊。哦，旧建案到底有什么问题啊？那另外呢，蒋万安说台北市针对老旧社区集合住宅要稽查，要普遍稽查。台北市起码一半以上都30-40年的房子啊，哦，新北市也立刻盘点1339栋高楼，启动公安大稽查，大家现在看得很紧张啊，这么惨呢，哦，那所以呢，说这是一个镜子，是火烧的镜子，给台湾的启示，台湾真的要注意。我们看一下。香港鸿福苑恶火，大陆央视用30秒 AI 影片模拟火灾蔓延。画面可见，大楼外墙维修工程使用的保护网、防水布等材料疑似不符合防火标准，加上距离楼体仅有数十公分，形成烟囱效应，再碰上风高物燥的天气，火势连环爆开。鸿福苑这场夺命恶火，也让正在維修的沙田穗禾苑住戶心驚膽跳。之前我哋都講過嗰個圍網咧係咪助燃咯？就搞嗰一輪就不了了之咁咯。同埋啲竹棚咧2年幾啦搭咗，啲竹棚都已經開始脆啦。乾晒，咁而家呢個天時咧，風高物燥咧，就好易火警嘅。穗禾苑共9棟36層的高樓，戶數比鴻福苑還多出近1倍，超過3500戶。大樓屋齡45年，去年集資約台幣15.6億進行外牆大維修，但許多住戶擔心，除了棚架棚網包覆大樓，窗外甚至能看到保麗龍，萬一起火，後果不敢想。發展局亦都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去取代
竹棚架嘅路線圖。港府展開分批巡查，確保維修工程安全進行，同時研擬後續將竹製鷹架改成金屬架。香港是全球少數仍使用竹編鷹架的城市。火災後，網絡掀起激辯，有人質疑竹子鷹架不安全，也有人反駁竹架燒起來不容易。對此，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表示，一旦堆積太多易燃品，都可能釀災，關鍵還在施工管理。老師怎麼看？主持人，我先向你報告，我今天的心情特別愉快啊？為什麼？因為好不容易的，我跟唐湘龍同台，你知道嗎？這也要講，因為我們私下講就好了。我私底下碰到他，一共有3次，我都 offer 說我去你的節目好不好？他說忘記了。真的3次，他每次都很高興的答應，但是從來沒有落實。我不想檢討你自己了。不，我對，我等一下，剛剛主持人反應是對的。我剛才逼他，我說你失智了，我講3次，你一次都沒記得。他才改口說，我節目那麼多，你要參加哪一個？你看這多無賴啊！不過我還是很。人家看到你在我節目這樣欺負我，每一個主持人都不敢邀請你。沒有錯，這樣話沒有錯，這是我跟你講。唐湘龍是在台灣我唯一很佩服的紅統，他不承認他是紅統，他說他藍統啊。我講他紅統也是台灣，也是台灣唯一我稱他紅統不會生氣的紅統，而且他真的很老實，講話很真誠，腦筋動得很好，邏輯很清楚。其他的紅統跟他相比，根本都連紅連統都配不上，所以我今天不值一提。好，這個閒話講完了，我們來講這個人間的慘劇啊，這個真的稱為 inferno， 你知道嗎？就地獄之火了。你看它那個火柱之高啊，比加州的森林大火還高。哦，那7棟大樓一起燒，哦，而且外面是用這些竹子做的鷹架，但是什麼竹棚啊，就鷹架嘛，哦，這種鷹架裡面還有裡面，對，就把它圍起來。那他們說竹子是相對不容易燒的，沒有錯，因為我們看過樹木有森林大火，很少看作竹林有大火，對不對？但相對不燃的還是可燃物啊，它上面有了尼龍的保護網，有了那個噴霧的那個噴霧膠，這3個加起來啊。就是所謂完美的結合，就不燒也不行了。哦，這個結合起來，不但燒，而且還要有人點燃啊，這個要有火種啊。那我不曉得真的還是假的，就是說工人啊是抽煙拋了煙蒂，那如果沒有那個煙蒂，大概也不會燒。但是你現在那個他們那個氣象局講的，說怎麼怪竹子？一奇怪，你知道嗎？你竹子相對不會燒，但是你有這些把它包起來就會燒了，這個有什麼好辯的？所以我在這裡講，不用進一步細查這個追究責任的話，第一名政府。為什麼我講政府呢？因為今年年初香港政府有下令，說所有的鷹架起碼要有一半不可以用竹子。哎，為什麼一半呢？這個一半就奇怪了，是。改為1半以下可以，是風險就降1半嗎？啊，如果有災難的話，就死的人數會少1半嗎？還是為什麼？這是一個妥協啊，明明就是一個妥協。國民黨要小心了，類似的妥協在我們的政府裡頭也常常發生。為什麼？因為他政府決定可以有1半的時候，他們的鷹架工會，就竹棚工會還在反彈啊，還在反對啊。所以他現在因為災難發生了，通通不可以。跟我們的那個起地業飼料一樣啊，我就想到了。哎，你看現在有收水，有豬瘟的，通通不可以。以前說慢慢來啊，私人的暫時停止，公家的、企業的還是可以。這個就是這樣，很像啊，你不覺得很像嗎？我跟你講，對的事情就要100%做到底，不可以的事情就絕對不能做，連一個都不可以。這個教訓啊，真的是非常慘烈。沈大偉，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你不用竹子，你就用鐵就是了嘛。是啊，對不對？你不用收水，收水去哪裡啊？
一大堆收水啊！这个听起来好像言之成理，当然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你告诉我怎么处理？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辩这个东西，你这个是不伦不类的隐喻私党。我没有说不能全部禁用收水，但是收水有去处。你竹子是跟这个无关嘛？怎么会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嘛。你竹子不用就不用了，你收水一定要找个地方给它去处嘛。我们有观众自由公平，来，算了，连这个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当然是这样。如果像你讲那么简单，早就不用收水了。来，香龙，那像你讲那么简单。因为搭竹子的棚架是香港，甚至于是香港他们在地的文化工作者呢，刻意的去保存的、拍纪录片的，是属于香港在地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是把它当作是香港的地标，不是只有在像宏福苑你看得出来，它在大埔，在它的那个机场快捷经过的地方，算是还是比较偏的住宅区。但是你即使在市区里面，因为我还算常去香港，你即使在市区里面的那些的大楼的整修，一些在知名的店家都还是搭竹子。就是那个呢，看到机会很高。那是不是一定是竹子的问题？我认为你看到现场当中的易燃物非常非常多，再加上呢，现在是在秋天的时候，香港风非常大，那种的高楼风非常大。东北季风了，跟台湾一样。我们在过去很难想象说防着冻。老实讲，如果没有外头的那些塑胶的纱啦、帆布啦，然后再加上这些的泡棉，其实那个冻具是够的。那8栋的冻具呢是够的。如果是发生在像我们这种环境里面，那个冻具不会出现燃烧的情况。可是你看到那个纱，当它一着了之后，风一吹，而且每一栋都包覆哦。那几栋是每一栋都包覆，如果只有一栋在整修呢，其他的6栋7栋都没有在整修，也不会，大概就烧一栋。但是因为你每一栋的包覆的方式呢，都是密密麻麻的，而这种的正在整修当中房子，其实风险最高，许多重大的灾难都是发生在整修的过程。因为整修的过程当中，它通常我们盖新房子的时候呢，它会有建筑执照，要会有使用执照，你装修的时候也会有装修执照。可是呢，在一般的工程到了这种呢，不管是要重整的时候，其实它在许多的安全的细节的要求，多半呢就会开始呢出现打马虎眼的情况。所以许多的重大的灾难都是发生在呢工程的这种整修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光去追究竹子，老实讲，只要燃点到了，什么东西都会烧的。所以呢，我们只要区分呢易燃与否，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灾难，是因为不会达到那个燃点。但是你今天去怪竹子是不是呢？换了这些的其他的现在的这种的金属的材质、铝合金的材质，香港他们在地，我看他们的影片有讨论过，因为香港地方很小，有的地方高低弯弯曲曲的那种的规格化的那种的铝的那种的构架，其实有很多地方呢反而是不方便。那这样他们有很多人真的是靠着这种呢搭呢竹制的鹰架呢为生的。现在的那工会起码还有3-4千人以上，而且都是资深的师傅。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说在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八栋这样子距离的建筑物，如果不是都同一个时间整修，而且全包覆，然后呢又引发了火灾，然后封住火势，一栋传一栋，里面又都还住着人。如果是新大楼，还没有交屋的新大楼也没有关系，因为里面没有人。可是它是老建筑物呢，在整修里面都还住满了人，所以造成重大的伤亡。以后类似这种情况的时候，基本上面台湾当然有很多幸灾乐祸的声音了，这不谈。可是，在眼前呢，我们真的看着台北现在呢40-50年以上的房子，现在占比到已经40-50%了。那这么高的比例，其实要不然就在都更，要不然就在整修，类似的情况。台湾当然也有可能发生，所以看看人家怎么做的。香港这次当然政治面上面来讲，它的对香港的港府的形象声望一定会有影响。这么大的灾难对香港的人心一定会有影响。但重点是说，以后如果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在里面能学到什么？台湾要注意的是一点的啊，因为台湾现在到处在都更嘛。对啊。那都更的话呢，住户都希望把原来的坪数分给我们。因为现在建蔽率容积率越来越严格嘛。所以那个楼就越盖越高。假如现在我十几层楼，都更一定要盖20几层，才可能让你每一个人分一户回来，然后他建商还可以卖钱嘛，否则他帮你盖干嘛呢？所以将来高楼的救火越来越重要。对，那很多的云梯车，听说昨天有一个议员说，你们新北议员说
林口还有一个20几层的云梯车，很多地方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就只能到12层就没有了，根本上不去那个云梯车。这个鸿福苑31层啊，对，都已经上不去了。所以你将来台北市都更都是23层楼了，那个高空救火怎么办？一定要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什么叫做就要燃烧有3个条件啦。第一个，它一定是要有易燃物啦。第二就是燃料啦。第二个呢，它燃点一定要到它的燃点。第三个，它一定要氧气，氧气要足够，这3个通通有，它叫做燃烧的这个三角嘛，三角形够才可以了，你就碰到。其实竹的鹰架以前台湾也是用竹鹰架的，竹鹰架也不是都没有它的好处了，它比较有弹性嘛。而且如果你竹子是比较湿的，没有那么干，也不容易烧，大概又干又干燥，然后刚好又有一个燃烧的这个烟啊或等等来了，光竹子也没那么严重，再加上里面的围堵的围墙包围的东西，两个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这个英文来讲就是 perfect， 就是这个完美的风暴、完美的火灾，就造成这么多的伤亡，很惨的。对火来讲是完美，对住户来讲那就是一个灾难。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通了60分钟，哦，那到底是谁要谁的？哦，开始是说习近平因为很急，所以要打电话给川普，后来美国财政部长说是川普要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川普打给习近平60分钟，又打给高市20分钟，那就又有各种传言，哦，那外面就有一个消息说是川普叫高市对于台湾的主权不要去碰，惹这麻烦干嘛？那现在日本政府否认。说川普并没有劝高市不要挑衅，哦，而且他们把20分钟到底讲了什么哦，所以我把它曝光出来哦。所以日本的政府发言人说，川普并没有劝高市了哦，没有叫你不要讲了哦。那另外呢，说川普是跟习近平是以美中贸易协议至上，一切都是生意，买我的大豆吧啊。那跟川普谈话以后，日本态度有没有改变？高市早苗说，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就是旧金山合约以后，日本已经抛弃所有的这个对台湾的权利了啊，有责任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另外呢，高市早苗因为跟在野党4个党魁见面了哈，那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党魁党代表叫野田佳彦，就说实际上呢，高市等于已经撤回涉台湾的这个跟议员的这个答辩啊。那另外呢，这个高市去扯旧金山合约，大陆外交部说他煽动哦来炒台湾地位未定论哦，就特别有讲台湾地位未定哦。那王毅说呢，现职的领导人发表涉台挑衅的言论，公然开历史倒车。就是高市虽然是这个安倍的徒弟哦，是继承人，但是安倍是不当日本首相，不是在国会里面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高市是在国会，而且是首相。所以呢，他特别讲是现职的领导人是不一样的啊。那另外呢，这个白皮书哦发表呢，裁军与防止扩散哦，所以呢，这个说官方说是时代的宣言，这有一个叫做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跟防扩散的白皮书发表哦，说是呢中国政府20年以前发表，现在20年以后，在整个讲中国的这个军事。这个控制裁军、防扩散的政策啊，意思说我们并没有要我们并没有要扩散我们的军队啊，并没有要侵略别人啊。哦，那另外呢，要求日本清理2战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因为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有很多化学武器，后来就算了，就结束了，但是都还在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啊。现在中国说你现在把它拿回去处理掉，我们不帮你处理，我们不帮你保管这些东西，这是你们当时罪恶的这个证明啊。而且日本的产经新闻吧，产经新闻说日本很强的，可以把你的福建舰都打沉了。你不要以为你海军多厉害，你3艘舰什么了不起？什么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现在搞第4艘，可不把你打沉？那大陆回教说你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哦，反正吵架嘛啊。那另外呢，说高市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以后中日关系会怎么演变？那这个辅仁大学的这个何世胜教授是说，中国跟日本如果冲突，最倒霉还是台湾，中国跟美国冲突倒霉也是台湾，反正台湾2大之间难为小了，
我们看一下。持論をうっかり発言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軽率なことになるとお話をされた真意と改めて政府の公式見解をお伺いをしたい。私も具体的なことに言及したい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けれども、具体的な事例を挙げて、聞かれましたので、その範囲で、私は誠実にお答えをしたつもりでございます。关于一连串的外交风波，高市强调，质询当日，在野党特别以台湾有事为例，质询国家的国防对策，自己仅是根据事实面回答，无意挑起任何纷争。残念ながら日中関係は極めて冷えた関係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経済においても人的交流の面においてもいろんな影響が出始めています。尽管说者无心，然而听者有意。北京当局不断升级对日本的经济打压，紧接着就是新年假期与农历春节，中国航空业大量取消对飞航班，日本航旅业损失难以估算。総理はどのような責任を感じ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か。日本は常に中国に対して対話に関しては建設的そしてまたオープンでございます。この対話を通じてより包括的な良い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そして国益を最大化する、これが私の責任だと。高市早苗首相讲说，建立良好的对话，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他的责任。我觉得这句话何尝不是我们这所有国家的领导者的一个共同责任呢？有对话有沟通，总比无对话无沟通，甚至冷漠，然后互相猜测，甚至恶意螺旋来得好嘛？我想这是高市早苗他首相讲这句话，我认为各国领导人都应该要听。第二个部分，高市早苗首相他在讲了。本来讲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相对强硬，但是现在又改口讲是说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很多人解读说他是在往后退一步。但不管往前往后退一步，其实两个部分，第一，高市早苗首相毕竟她是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2个月的上台，虽然她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而且几次的国际场合相对来说，对于日本民众给她的评价算不错，但她的执政领导地位毕竟还有持续要努力的地方，这是客观的事实，毋庸置疑。那第二，自民党是日本传统的一个执政党，但到目前为止，它现在不是独立过半，所以也需要其他政党的一个配合。所以在国内的政经以及政党的这个稳定度还不足的时候，其实高市早苗首相他当然要采取相对保守的一个观念。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过去我们跟日本交流，我们也感谢日本讲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但我们更想要问的是，能不能大家都不要有事？能不能大家都平安无事？甚至我们讲，如果说台湾安全的话，就是亚洲安全，所以大家应该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来保护台湾的安全，让台湾安全变成是亚洲以及世界的安全，这才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的目标嘛。最后，我必须说，既然高市早苗首相他已经有在外界的评论相对比较退后的时候，那我们要请教赖清德总统。那当时第一时间去吃了一个寿司来去做这个呼应，甚至还有我们执政党的委员讲是说他是台湾国的立委的时候，那这是不是又要演这所谓的一个双重剧嘛？又在拥抱台独，一方面想要打这个台独牌，但一方面你执政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现在要维护两岸和平有对话的沟通管道比较重要，还是你自顾自的操作政治意识形态比较重要？我觉得刚刚新闻讲得非常好啊。不管是中日冲突也好，中美冲突也好，倒霉的一定是台湾啊！因为如果说到最后任何的冲突引发变成台湾是战场的话，2350万人大家都没有办法跑啊！这一点是我们认为现在中华民国的主权立场，我们要支持国防，我们要加强国防，但更重要的是加强国防绝对不是增加台湾的战争的风险。小新。其实可以看到哈，就在川普跟高市早苗通话之后，那明显他的态度是比较放软的哦。那无论他们谈了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有事，有没有叫他收回言论，我觉得不至于一个川普美国总统叫你说把言论收回来。但是是不是说在两岸关系，还有你自己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可以采取比较稳健的角色哦？我觉得这样子方面的这个讨论是比较可行性的。我看到日本的共同社的报道里
里面，大概也是用这个方式去转述。那我要特别提到哦，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尤其是外交部，在这一次整个高市早苗说法事件的时候，其实踩的这个脚步是非常不稳的。我当时在质询的时候，我问了，当时是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吴志忠，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呢，支持高市早苗的言论，前面好多位委员他们都已经讲了，我不阐述哈。那但是呢，日本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讨论要怎么让台湾没有事。我觉得他说的是蛮正确的，但我询问了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哦，对于前首相石破茂的看法，是不是在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外，那日本可以多去讨论如何让台湾没有事，因为台湾没事，日本也没事嘛，对吧？结果呢，我们的外交部的副部长竟然不敢回应，他说，石破茂已经是日本的前首相了，我们没有必要对一个前任首相的言论做出任何的评论。但你会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第一非常不尊重的。石破茂他到现在都还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前首相的身份，我们可以比拟为，如果今天蔡英文前总统他说了什么样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那在各国当中去做讨论跟解读也很正常。结果我们今天竟然台湾的外交部为了要去挺高市早苗的言论，反而去踩石破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我就很想问，石破茂说我们应该多讨论如何让台湾没有事，这句话错在哪里？刚刚已经讲了嘛，中日如果冲突的话，台湾最倒霉；那美中如果冲突的话，倒霉的也是台湾。台湾如果跟这几个国家都冲突的话，倒霉的也是台湾。所以台湾站在一个中间的枢纽，一个最核心而且非常敏感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所有我们的盟友都一起来讨论如何让台湾没事？这样世界各国都没事，那不就区域和平？这是大家最想要看到的嘛。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但是日本他们首相的说法，好，那我们不去做干涉。但是今天衍生的中日冲突，它中间的所爆发的是来自于台湾。我最后讲一个《赛德克巴莱》，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12月中要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了。那为什么呢？好，为什么过去不上映？这么旧的片子在中国大陆要去上映了呢？其实就是再把中日之间的冲突哦，那时候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跟日本的这个冲突，然后拿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播映。它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族情绪都会因为跟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不睦，那再一次两方炒作起来。那这对区域和平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三思，冷静下来，以区域和平稳定为最佳的一个解方，那作为我们的方向。休息一下再回来。